第11课：信仰与理性，冲突还是补足。2025年的今天，一位年轻工程师人宇拿着手机对着语音助理说：嘿 Siri， 你觉得耶稣是神吗？ Siri 想了1秒，回答：根据维基百科，耶稣是基督教的中心人物。对于是否是神，各宗教有不同看法。人宇皱眉，忍不住嘀咕：这算什么答案？他一边摇头，一边打开 ChatGPT， 帮我分析一下，信耶稣是不是非理性的选择？这一刻其实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缩影。今天我们活在一个资讯爆炸、科技主导、人工智慧几乎成为生活神明的时代，理性、证据、逻辑成了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。于是信仰，特别是对耶稣这样看似古老的宗教人物的信仰，常常被标签为不理性、反智、情绪化，甚至是科学的敌人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信仰一定是盲信吗？理性与超自然真的互相排斥吗？如果你用理性思考人生，是否注定无法相信耶稣？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信仰与理性的对话。或许你会发现，事情远比你想象的复杂，也精彩得多。信仰等于盲信，先破除一个迷思。我们先来谈谈信仰这个词。很多人一听到就直觉联想到盲从、非理性，甚至洗脑。但请想一想，我们每天其实都在信，只是没察觉而已。你打开水龙头，相信自来水干净可喝，但你其实每次都送去化验。你搭飞机，相信机师没喝醉，飞机维修得当，却从没检查过黑盒子。你读科学论文，相信数据没造假，但你不可能一篇篇重新做实验。这些都不是盲信，而是基于经验、合理推论、可信来源而做出的信任决定。那么基督信仰是什么类型的信？是信地球是平的那种迷信，还是像相信物理定律一样的知识？其实它更像是相信一个可信的人，耶稣。不是不问证据的相信，而是基于充分理性考量后的信任与委身。科学与信仰真的对立吗？我们常听到这种说法：我是相信科学的人，所以不信宗教。但这话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错误的假设，那就是科学和信仰互相排斥，一个真了，另一个就假了。可事实呢？让我们来看看几位影响世界的顶尖科学家。牛顿，他写过数学原理，也写过圣经注释。他认为宇宙的秩序显明有一位设计者。巴斯德为生物学之父，也是虔诚的基督徒。他说，一点点科学使人远离神，深入的科学却使人回到神面前。哥白尼、开普勒、伽利略、法拉第、麦克斯韦，他们都不是在与信仰对抗，而是在信仰中发现更大的秩序与意义。你可能会说，那是古代人，还不懂现代科学。那么再看看今天的诺贝尔得主、物理学家、量子力学专家
也有不少是有信仰的科学家，比如 Francis Collins 领导人类基因组计划基督徒， John Polkinghorne 剑桥理论物理学教授，后来成为神职人员。换句话说，真正深刻的科学与真正严谨的信仰并不冲突，甚至可以相互补足。3. 为什么人会有超理性的渴望？好，我们回到一个关键问题，如果理性够用，为什么人类还会想要信仰？如果人只需要解释现象、控制环境、Google 和 AI 就够了，但偏偏人心里有些东西是科学给不了的答案的。死亡与永恒，为什么死亡不是终点？为什么人不甘愿结束？道德与良知，如果一切只是演化，为何你会愿意牺牲自己去救一个陌生人？爱与意义，为什么被爱？爱人会让人活得有价值。理性可以告诉你怎么做，但却说不出来为什么重要。信仰正是补上这个空缺，让理性不只会运算，还能有方向。就像 GPS， 它能帮你找路，但你得先知道要去哪。人宇后来跟一位基督徒同事深入聊信仰，他说，我不是不想信耶稣，我只是想要再多一点证据，再多一点逻辑、推理、数据，让我可以100%确定他就是神。同事点点头，却反问，那你觉得人生中有什么事是你可以100%确定的？比如，你确定你妈妈爱你吗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你确定你未来不会失业？你确定你明天还会醒来？人宇沉默了。同事笑着说，我们以为信仰是关掉大脑，其实是打开另一种深度的理解，是用理性走到尽头后，谦卑地跨出信心的一步，不是不理性，而是超越理性。4. 耶稣，理性的敌人，还是真理的源头？耶稣从来没叫人盲信他。他说，即或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约翰福音14章11节。他不是只讲道理，而是行动给你看。他医病赶鬼，使死人复活，最终自己从死里复活。这不是神话，而是有历史根据，有目击证人，有书信记录的真实事件。他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这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个邀请。对于那些愿意追问真理的人，他愿意亲自成为答案。理性让你问为什么，信仰让你遇见谁。这不是矛盾，而是完成。结语，信仰是理性伸出的手。所以信仰与理性是敌人吗？不，他们是朋友，一个负责追问真理，一个负责迎接真理的降临。理性让你走到门口，信心打开那扇门。科学回答，这是什么？怎么发生？信仰回答，这一切为谁？为什么？当我们愿意放下偏见，诚实追问，就会发现真正深刻的信仰从不排斥理性，它邀请你用最诚实的理性来遇见一位超乎理性的神。也许下一次你问 AI， 耶稣是真的吗？他无法给你答案，但耶稣说，来
跟从我，你就知道。